3000多年前，古代中国人成功地制作了一种叫酒曲的原料，用它酿出来的酒，甘甜芳香，回味绵长。几千年来，酒曲一直是中国酒酿造的秘诀，而中国人酿酒品酒的历史，也早已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但是，很多中国人自己也并不了解，他们的祖先究竟是怎样酿造美酒的。在逐渐远去的历史深处，又有多少关于酒的故事和传奇？水井街。这条不起眼的小街，长不足5里，宽不过5米。20世纪末，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得水井街名扬天下。故事从这个普通的院落开始。水井街19号，刚到它的大门口，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香。这个院子里面其实是一个酒厂的酿制车间。崔体全老人今年87岁，从年轻时期就在酒厂学酿酒，后来成了厂里面有名的酿酒师傅，行话叫大作师。在老人的记忆中，保留着很多关于水井街酿酒的历史。水酒很好啊，所以说我认识水酒主要是我们的老窖啊，是很有效果。全水酒坊的这个池子啊，是很有名气的，很有时间的，起码是500-600年嘛。水井街19号可查的文字历史，从这张老文书开始。契约订立的年代是清道光4年，也就是公元1824年。那时院子里是一个叫全兴城的酒作坊。这样说来，老酒作坊的历史最多也就是200来年，500-600年的说法，是不是老人们的夸张呢？1998年8月，酒厂准备对水井街这个酿制车间进行扩建改造。崔体全等老师傅想起了前辈曾传说，地下埋藏有宝贝，万一传说是真的，随便一搞建设，不就把宝贝弄坏了？大家接受了老师傅们的提议，先试探性的挖一处试试，没想到真的挖出了东西。挖出了啥子？挖出了很多翠瓷片。从翠瓷片的文字上来看呢，我们估计是明代的。厂领导非常重视，马上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请了考古人员到现场来确认。考古学家认为，水井街这个酒厂车间的地下，很可能存在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代遗存。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论证，酒厂放弃了改造厂房的设想。1999年3月，考古队进入现场，开始发掘工作。当时我们入场进行发掘的时候，这个酒厂还在进行生产呢，这就给我们的发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呢，我们很快就在这底下发掘出一个清代的酒坊遗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随着那个发掘工作的深入，我们又在清代遗址下面，居然还发现了明代的酒坊遗址。最初的发现证明，老人的故事并非虚构。
这里是一处旧时的酒坊遗址，遗址有3个依次叠放的历史层面，最上面一层为近现代，直到目前还在使用；下面一层为清代遗迹，再下面一层是明代以前的遗迹。1个月后，考古队初步探明，遗址的总面积约1700平方米。由于酒厂还在生产，可供发掘的面积有限，实际揭露的面积为280平方米。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小面积发掘中所揭示的古代遗存，一时间成为媒体和人们的热门话题。古老的酒作坊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酒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那么，人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古人喝的是什么酒？以前的酒又是怎样酿造出来的呢？传说中国人早在6、7千年前就已经学会酿酒技术。在河南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具。发达的农耕文明提供了大量粮食，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主要使用粮。究竟是怎么酿酒的？现代人大多只能在古代文献中看到相关的记载，始终没有实物证明。水井坊的考古发掘，终于让人们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古代中国人酿酒的全过程。这是灶坑遗址，一共发现了4处，其中2个是近代灶坑，2个是清代灶坑。蒸煮粮食是中国人酿酒的第一道程序。粮食拌入酒曲，经过蒸煮后，更有利于发酵。在传统工艺中，拌熟的粮食出锅后，要铺洒在地面上，这是酿酒的第2道程序，也就是搅拌、配料、堆积和前期发酵的过程。晾晒粮食的地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晾堂。水井坊遗址中挖掘出来的这些平面就是晾堂。遗址一共发掘了3座晾堂，依次重叠。建筑材料有青灰色方砖和3合土2种。晾堂旁边的这些土坑是酒窖遗址，就像一个个陷在地里的巨大酒缸。水井坊发掘出了8口酒窖，内壁和底部都用纯净的黄泥土涂抹，窖泥厚度8厘米到25厘米不等。酒窖里进行的是酿酒的第3道程序，在这里对原料进行后期发酵。这些几百年深埋在地下的泥壁，曾经长期受到酒液半成品的浸泡，至今仍旧散发出浓浓的醇香和诱人的光泽。经过窖池发酵老熟的酒母，酒精浓度还很低，需要经进一步的蒸馏和冷凝，才能得到较高酒精浓度的白酒。传统工艺采用俗称天锅的蒸馏器来完成。但是，一开始人们并没有在遗址里发现天锅的遗迹。难道这里并不是生产蒸馏酒的作坊？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中国人喝的酒主要是酿造酒，也就是没有经过蒸馏程序的酒，酒精含量相对偏低。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武松在上景阳冈之前，不听店主的劝告，喝了18大碗酒，大醉之后打死了老虎。今天中国各地出产的白酒，酒精浓度38就算是低度酒。一般所谓的烧酒度数应该在40度到60度之间。按照这个标准折算，1000年前的武松起码喝了2公斤以上的酒，相当于今天500克标准瓶装酒至少4瓶。喝这么多酒，恐怕连走路都困难，没人相信谁能有如此豪放的酒量。因此，有人认为武松当年喝的并不是今天人们说的烧酒，而是黄酒类的低度浊酒。今天，黄酒等酿造酒和蒸馏酒同样受到中国人的喜爱。这2种酒在制作工艺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蒸馏这一道工序。那么水井街遗址到底是酿制黄酒还是蒸馏酒的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找到蒸馏器。在这个老作坊里，是不是真的藏着蒸馏器呢？当年人们在清代层面上发现了这个奇怪的圆形遗存，乍一看有点像水井。我们对它的内部进行了解剖，没有发现向地下开挖的比较规整的井壁，它是平地起建的。那么会不会是磨或者碾盘呢？也不是，因为它仅仅是使用了磨盘、碾盘的底部的一些石板，在它上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设施，不便于用来加工粮食。考古学家最后定论，这是目前可以确定酒酒的原料大多都是高粱。水井街遗址并没有发现高粱的踪影，但是有关专家从明代窖池的窖泥中发现了一个证据，解释了人们的疑问。通过现代科学手段，我们对水井坊几口老窖池的微生物进行了检测。尤其我们分离到红簇和根脉，这项合理的多种的微生物搭配，燃烧出来的酒和纤维成分在酒糟中只有通过蒸馏才能拿得出来。水井坊考古证实，中国最晚在元末明初就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蒸馏酒酿造技术。这一发现部分解答了关于中国蒸馏酒历史的一些疑问。世界蒸馏酒的历史最早可以推至公元12世纪，但是关于中国的蒸馏酒的产生却一直存在争论。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中国蒸馏酒起源于元朝，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却不认同李时珍的记载，他认为中国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蒸煮食的习惯，蒸馏器制作简单，在中国也十分古老，很难相信是从外域传入。现代考古发现为李约瑟的说法提供了一些证据。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清晰地描绘了那个时期与酒有关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尤其是这一块，上面清晰地显示了当年的酿酒方式。有人说，其中的制作器具就是蒸馏器。
但是，一些专家不同意这一猜测。很明显，它是一个前店后坊的一个仪址，后面做酿酒的一个缸里面正在那个酿酒，火料酿酒，前面呢是个当炉，那个炉就是柜台了，柜台下面有很多酒坛子，旁边呢还有个车子把那个酒运走了，所以它不是这样的蒸馏。上海博物院收藏的这个东汉时期的青铜器，曾被认为是目前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蒸馏器。上海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甚至用它做过试验，模仿蒸馏酒的制作工艺，真的制作成功了蒸馏酒。但是，对这件青铜器的真正用途，有的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就它那个东西啊，当时啊是没有盖的，他后来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加了一个盖。他说做了一个复制了一个能够密封的一个盖，因为我们晓得要蒸馏的话，必须要密封。第二呢，上面必须要有冷却，没有冷却器的话，它这个蒸汽啊就不可能变成这个酒液流出来的。它这个盖呢是后配的，那这一点就使我产生怀疑了。我觉得呢，恐怕蒸馏药物、蒸馏这个花露水的可能性啊，倒是比较大。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只能证明，至少在宋代，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蒸馏器。高浓度的蒸馏酒也有可能已经在某些地方产生。那么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中国的蒸馏酒的技术是中国自己起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元代开始，从西方或者中亚内地区传入了一些蒸馏技术呢，改进了我们一些蒸馏技术。水井坊的考古发现虽然没能解决中国蒸馏器来源的问题，但第一次为中国蒸馏酒技术找到了最早的实物依据。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中国的蒸馏酒酿造技术日渐成熟，在发酵和蒸馏方法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它和法国白兰地、俄罗斯伏特加、苏格兰威士忌并称世界4大蒸馏酒，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独特的创造和财富。中国的蒸馏酒分为浓香型、清香型和酱香型等等，有的酱香柔润，有的浓香纯正，有的清香干爽，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享受。水井坊酿造的酒属于浓香型白酒，是中国蒸馏酒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种。它在酿造技术上最大的特点是用泥窖酿酒。但是，为什么要把酒窖建在地面以下呢？从工艺角度看，掘地酿酒工艺难度较大，粮食浪费也多，很不划算。四川的酒窖埋在地下，是挖成土坑。这个呢，我们分析和那个历代的禁酒有关。中国古代禁酒的历史很早，传说商朝啊，它就灭亡于酗酒。那么到了西周建立的时候呢，周公就做出了决定，就是禁止大家喝酒，朝廷也不能喝酒。所以在以后的历朝历代啊，都有禁酒令。四川这个地方，因为它地理的原因，它那个比较封闭一些，大量的中原人逃难，逃到四川。逃到四川，朝廷啊，它的这个鞭长莫及，它统治在四川比较薄弱，所以在四川来生产酒，它就秘密的生产，秘密上地下生产了，那就是在地下挖窖，那不容易被看见。更重要的是，这个最初偶然产生的应对方法，在日积月累的演变中，居然成为中国酿酒工艺中一个特殊的门类。除了水井坊发现那个四川盆地的那个土窖发酵以外啊，外地啊，历史上到现在都是用的是缸发酵、陶缸发酵，或者说是这个是陶器里面进行发酵的。
用直接跟土壤接触，用土窖发酵呢，它的发源地呢就是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这周围那一块。水井坊发现的这些泥窖，最古老的已有近600年历史。这个窖池很特别，里面插了很多竹片，专家认为这是用来保护窖泥的。据说这些酒窖使用的窖泥并不是普通的泥土，窖泥采自成都附近的凤凰山。凤凰山的黄泥黄得发亮，黏得腻人。酿酒的老师傅都记得“稀土如金，视窖如命”的古训，偶尔挖伤窖泥都要及时补好。人们为什么要对这些泥土如此珍惜呢？土壤里面的那个微生物的群落啊，参加那个发酵过程，参加那个酒化过程，它把这个粮食的糖化跟酒化过程啊合而为一了，用毛酶、根酶跟那个曲酶的话呢，让它在直接跟土壤里面的这个各种那个细菌啊共生作用来进行发酵，使它变成了酒。因为这个酒的这个香味呢就特高，你看它比其他这个用陶罐、陶瓮发酵的酒啊，那个香味就不可同日而语，很香。浓香酒，它都是用泥窖来发酵的。所以有人做过实验，把这个老窖泥的这个老的窖泥啊，用出来这个跟新窖泥混合起来，可以改进新窖的这个熟化程度，使这个新窖培养出更好的酒来。这个说明的话呢，这个窖椅里面那个土里面那个微生物那个微生物那个群落那个平衡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就是川酒为什么能够名扬天下，几多这个金花里面，四川就占了6多的嘛，是吧？这个名酒个全国名酒10几种12、13种名酒里面，四川占1半了嘛。什么原因呢？我想这跟我们四川用土窖发酵啊是有极大的关系。在水井坊出土的古窖池中，惊人地发现了古代的酒糟食物。科学家们利用现代先进的微生物技术，从水井坊酿造环境中分离出特殊微生物，激活繁殖了古糟菌群，命名为水井坊1号菌。目前，成都的科学家仍旧在继续这项有趣的研究。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品尝到祖先酿制的美酒。祖祖辈辈都喜欢听戏、喝茶。现代成都人的生活仍旧延续着传统的娱乐方式。无论都市的面貌发生了多大变化，成都始终保持着一份独特的闲适和快乐。成都人的天性也许来源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广阔的成都平原，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素有
酒文化的历史，它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经历过什么样的历史沧桑？从出土的大量明代的瓷器碎片可以基本确定，水井坊的历史不晚于明代中期，有一些陶瓷器碎片的年代似乎更早，可能属于元代和宋代。这么多早于明代的陶瓷器碎片，为什么会出现在水井街酒坊遗址呢？目前我们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但是它有可能给我们透露出更多和更早的历史信息。考古学家仔细分析了遗址的历史层面，发现3个历史层面依次叠加，一些细节说明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像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书，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和破解。第3层明代的亮堂，不同的部位使用了不同的材料，说明曾在长期使用后进行过修补或增修，很可能投入使用的年代更早。5号酒窖中有一层3厘米厚的灰白色粘合物，这是酒窖增建加高和延续使用的例证。一个疑问产生了：为什么最下面一层被放弃了，建了第2层？为什么后来第2层也放弃了，建了现在还在使用的最上面的一层？这也许要到成都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成都东门一带是这座文化名城的一个象征。东门胜景是历代成都繁华的体现。在水陆交通占据重要地位的古代，府河与南河是成都的经济动脉。水井街位于两河交汇处，当年在这里有2个重要的码头，水井街自然是个商贾。水井坊出土了大量的青花瓷片，都来自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碎片上的文字显示，这些瓷器产于明代，那个年代是景德镇瓷器的顶峰时期。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运输艰难，在成都地区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土过这一时期的景德镇青花瓷。
一块残片上留着锦春2个字。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朝时成都有一种进贡朝廷的名酒，就叫锦春烧酒。明代的作坊也许沿用了这一老品牌。在这块青花碎片上，赫然写着“天浩辰”3个字。这件青花瓷盘我们已经进行了修复，它的图案内容呢是比较典型的鱼桥根肚题材。上面这3个字儿是后来用金刚钻给篆刻上去的。经过我们仔细的鉴定，它是清代中期，也就是乾隆嘉庆时期，产于中国瓷都景德镇的一件瓷器。这也是我们在成都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的一件少有的精品。天浩辰的名字却让人感到困惑。在古代，天字是皇家的专利，一个小小的酒作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口气？我们推测它是生产贡酒的，因为天字号，它一定要朝廷赐予，它不是随便哪个个人可以命名的。像这样大批的用景德镇的高级名贵的瓷器作为自己的餐具和酒具，而不用本地生产土瓷器，这在成都发现的其他一些酒窖里边是没有的。这说明水景坊在当时是一座很高级的、高档的酒店。在这幅图案上，我们可以想见当年水景坊一带的繁华和喧闹，以及酒铺里别具风情的景象。但是，到了明代末年，农民起义的战火蔓延了整个成都城。
房里面用的，它只有酒店里才能用。比如说这个宴客的时候啊，大家行酒令的时候啊，才用这种小杯子，一般人不会用这个小杯子的，是吧？那么还这里面有陈花年号的，是吧？有这个有同治年号的，有很多年号的那个酒器，说明的话呢，它从明清两代这个地方呢，它都是前店后坊的格局。水井坊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支柱和墙基，还有保存较好的石台阶及散水。这些考古证据说明当年酒坊旁边曾有规模不小的建筑。据推测，这就是临街的酒铺，对外出售酒坊正宗的美酒。从复原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酒坊的盛况。但是，这样的生平景象也出现了变故。考古发现说明，清朝的亮堂也被莫名其妙地废弃过。这一次是战火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传说在清朝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水井坊一带发生过大火。成都的古老建筑大多都是这样的木质结构，根本无法抵御火灾。而酿造作坊里的高度白酒，更是容易引发火灾的祸根。那么，清代的作坊遗址是不是毁于一场大火呢？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关于水井街的一个传说，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由于水井街啊，据说当年很热闹，有酒馆、有饭馆，还有什么馆都有。那么，由于很热闹，它商业很发达，很热闹，生火的就很多，就容易失火，所以家家户户这独院嘛，它都有这个水井。即使有水井保护，遇到突发的大火，当时的人们还是无能为力。据老师傅说，大概在清朝同治年间的时候，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有一个从外地老远赶来买酒的顾客来到了水井坊。由于当天的售酒已经告罄了，正在关门，老板呢一看这位顾客心诚，所以只好把酒库房门打开，为他打酒。当把库房门一打开的时候，满屋的酒气扑面而来。这个顾客呢也很好奇，一看那么坛坛那么罐罐，又挤上前一看，一不小心把灯笼打翻了，引发了一场大火。由于是冬天，风又大又干燥，所以当时就把水井坊烧成了一片。这个传说可能揭示了水井街烧酒作坊清朝亮堂被废弃的原因。人们推测，火灾之后，作坊主人靠着雄厚的财力和独到的制酒工艺，又重建了作坊，因此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位于最上面一层的新的酒坊，并且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正是这种延续的使用，使得地下的遗址得到了保存。但是，意外战火或灾害而造成各历史层面废弃的推断，也并不能完全解开人们的疑惑。在5号教池中，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5号酒窖特别明显，它有2道窖口，这是第一道窖口，跟明代的亮堂在一个平面上，
这是清代的窖口，跟清代的酿堂基本平行。我们在它的内部也进行了解剖，发现它有2层窖底，2层窖底之间的高差和这2道窖口之间的抬升高度是相同的。为什么每一个新的层面都要高于前一个呢？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一些专家因此受到启发，对水井街作坊的兴衰提出了新的假设。据分析，它和成都地下水位的升高有关。因为成都它是一个冲积平原，很多年以前它没有陆地，一个内湖。那么后来由于山体运动，它逐渐就有岷江上游、沱江，它有很多泥沙冲击形成一个平原，所以它地下水位很高。特别是到了夏秋的时候，夏天秋天的时候啊，山上山洪爆发的时候，它水位又增高。那么水位增高，它对酒窖就产生很大的影响。水位增高，如果它高过了酒窖的口，那么它酒窖就不行了，那么它就要垫高，要重新把这个酒窖修高一些。那么过了若干年，可能它水位又增高了，那它又要漫过那个窖口，它又得往上提升窖口，所以它形成了这样不同的层次。由于目前发掘的面积有限，第3层以下还没有深挖，因此在遗址的下面很可能还埋藏着更早年代的文物和遗址。不同历史层面的废弃启用的真相，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未来的进一步发掘会给我们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不管怎样，水井街酒坊遗址为中国的蒸馏酒找到了最早的作坊。它被列入1999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获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发的大世界吉尼斯之最、最古老的酿酒作坊证书。